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健康大实话，我是主播张宏志。今天我们不谈虚无缥缈的养生大道理，我们来谈一个非常现实到甚至有点残酷，但每个人早晚都得面对的问题。当我们真的老了，走不动了，那日子到底该怎么过？这几天我看新闻，台湾已经正式在2025年迈入超高龄社会，每5个人就有1个是老人。走在台北的街头，或是去高雄的公园逛一圈，你会发现满头白发的人比年轻人还多。在我的职业生涯里，我在安养院工作了整整30年，看过成千上万张老人的脸孔。我在办公室里签过无数份的入住合约，也送走过无数位长辈。很多时候，我看着窗外那些被推着轮椅出来晒太阳的老人家，我就在想，这些人年轻时也像荧幕前的各位一样，意气风发，为家庭、为事业打拼了一辈子。他们有没有想过，自己最后的时光会是在这样一个充满消毒水味、作息被严格规定的地方度过？绝大多数人都会跟我说，张院长，我不想去机构，我想在家里。但是留在家里就真的好吗？传统观念告诉我们，养儿防老，最好是3代同堂，含饴弄孙。这听起来很美，像是一幅挂在墙上的水墨画。但把画拿下来，你会发现墙壁上可能长满了壁癌。现代社会结构变了，孩子们在大城市打拼，双薪家庭忙得连自己都顾不来，房价高涨让居住空间变得狭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硬要凑在一起住，往往不是幸福，而是一场2代人甚至3代人的灾难。那么如果不靠孩子，不去安养院，一个人住呢？那种孤独感是会吞噬人的。我有个朋友跟我形容，那种安静是连自己吞口水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，那种恐惧是怕哪天自己在浴室滑倒了，可能要过好几天才会被发现。这似乎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甚至下一代人共同的焦虑。难道老了以后，除了造成孩子负担的在家养老和失去自由的机构养老，我们就真的没有别的选择了吗？这是一道单选题吗？今天我想用我30年的经验，结合2个真实发生的台湾故事，来告诉大家，这不是单选题。除了那3条老路，其实还有人走出了第4条甚至第5条路。这2个故事的主角，一位是住在新竹的67岁林先生，另一位是住在高雄的76岁吴先生。他们也曾经像无头苍蝇一样撞过墙，试过跟儿子住，却格格不入；试过请看护，却花光积蓄；甚至试过住进机构，却落荒而逃。但最后，他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安心老后。这些故事不是心灵鸡汤，而是实实在在的操作手册。如果你也正在为自己的未来担忧，或者正在为父母的养老安排头痛，那么请你耐下心来，听我把这2个故事讲完，这或许会改变你对晚年生活的全部想象。我们先来讲讲住在新竹的林先生的故事。林先生今年67岁，以前是在工厂做管理的，做事很严谨，退休金也有一点，算是有底气的退休族。他在新竹有一间自己的公寓，原本日子过得还算安稳。早上去市场买菜，下午在阳台浇浇花，晚上看个政论节目或是棒球转播，配个便当，虽然安静，但也自在。但是人是群居动物，尤其是当身边的伴侣离开之后，那个孤独感是会加倍放大的。林先生的太太前几年因病过世了，从那之后，他说他最怕的就是早晨醒来的那一刻。以前厨房会有太太做早餐的声音，会有豆浆的香气，现在是一片死寂。走到客厅，桌上没有热腾腾的稀饭，只有冷冰冰的钥匙和钱包。那种心慌的感觉，我想很多独居的长辈都能体会。有一天中午，他坐在餐桌前吃泡面。你看，一个67岁的人，中午就吃1碗泡面。他看着那碗面，突然悲从中来，问自己，难道我剩下的人生就要这样一个人对着墙壁吃泡面吃到死吗？那是一种很深沉的恐惧。于是他鼓起勇气，给在台北工作的儿子打了一通电话。他问儿子，你那边还有空房间吗？我想去住几天。电话那头，
儿子回答得很干脆，爸，当然可以啊，我们早就想接你来住了，是你自己一直不肯来。林先生听了很高兴，收拾了几件衣服，把新竹老公寓的门锁上。那一刻，他心里充满了期待，觉得自己终于要回归家庭温暖了。刚搬去台北的前几天确实很美好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蜜月期。每天晚上媳妇会煮热腾腾的晚餐，一家人围在桌边吃饭，小孙子下课回来会拉着他玩积木，喊着阿公阿公。周末儿子会开车带他去阳明山走走，去淡水河边散步。林先生那时候觉得自己是全台湾最幸福的老人。但是我在安养院看过太多这样的例子，这种幸福往往经不起生活细节的打磨，慢慢的微妙的变化开始出现了。首先是作息和生活节奏的冲突，儿子和媳妇都在科技业上班，早出晚归，压力很大。小孙子下课后马上要去安亲班、补习班，于是白天大部分的时间，林先生又是一个人被关在台北的大楼公寓里。他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，发现自己只是从新竹的一个笼子换到了台北的另一个笼子，而且这个笼子还不是自己的。在这里，他没有熟悉的邻居，没有可以聊天的菜市场摊贩，更重要的是，这不是他的家，是儿子的家。这句话听起来很心酸，但却是事实。这个家有年轻人的规矩，有年轻人的节奏，而他只能配合。有一次煮饭，林先生觉得年轻人吃得太淡，就多加了一匙盐。吃饭的时候，媳妇笑着提醒说，爸，盐巴可以少放一点啦，最近健检医生不是说你血压有点高吗？我们也想吃清淡点。媳妇的话没错，是为了健康好，但听在林先生耳里，就像是被纠正的小学生。还有一次晚上，他在客厅看职棒转播，那天比赛很精彩，他声音稍微开大了一点。结果儿子从房间走出来，一脸疲惫地说，爸，声音可以小声一点吗？小朋友明天要早起考试，还没睡着。林先生立刻把电视关了，他知道孩子们没有恶意，儿子媳妇都很孝顺，也没有给他脸色看，但他心里就是有一种说不出的闷。他开始怀疑自己，我是不是太多余了？我是不是太敏感了？我在这里是不是反而造成了他们的困扰？那天晚上，他一个人坐在阳台，看着楼下便利商店闪烁的灯光，心里突然明白了一件事，有些陪伴不是靠住在一起就能维持的，物理距离拉近了，但心理压力却变大了，这就是现代家庭最无解的难题。这段经历让林先生解开了人生的第一道现实，硬要融入子女的小家庭，往往是两败俱伤。离开儿子家回到新竹后，林先生决定尝试第二种方法，既然不能靠亲情，那就靠金钱吧。这也是很多长辈的想法。我有退休金，我请人来照顾我总行了吧？他开始找居家服务员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居服员。他心想，我不请全天候的，太贵也没隐私，我就请一周来几次的，帮忙买买菜，打扫卫生，顺便聊聊天。第一位来的赵阿姨，50多岁，很客气，手脚也利落，帮忙把浴室陈年的污垢刷得亮晶晶，还会帮忙修理坏掉的电风扇。林先生一开始觉得这模式太棒了，有人帮忙又有自己的空间，但很快两个问题浮现了。第一是钱，原本以为只是钟点工，没多少钱，但仔细一算，每周来3次，加上交通费、餐费，有时候多做一点还要加钱，一个月算下来，几乎要把他的月退俸吃光了。林先生盘算了一下自己的老本，虽然有一点积蓄，但人不知道会活多久啊！万一活到90岁，这钱肯定不够烧。第二个问题是习惯。林先生是工厂出身，讲究 SOP， 有点洁癖，他习惯早餐吃完碗马上要洗，桌子要擦。但居服员有自己的工作流程，常常说，林先生，我等一下扫完厕所再一次洗就好。这让林先生看得很难受，心里一直在犯嘀咕。后来换了几个居服员，有的年轻，有的老练，但就是没有那种默契。最让林先生受不了的是，这种关系是建立在金钱上的。时间一到，人就走，那种被安排的感觉
让他觉得自己像个待处理的物件，而不是一个生活的主人。经历了这2次失败，林先生陷入了深深的疲惫。这种疲惫不是身体上的，是心累。他开始觉得，是不是真的只剩下最后一条路了？那就是我去了一辈子的安养机构。在我们这个行业，很多人把进机构视为人生的最后一站。林先生也是这样想的。他觉得自己既然无法跟家人住，也无法适应外人来家里，那干脆去住机构吧，至少那里专业。他去参观了一家看起来很不错的私立安养中心，设备齐全，有物理治疗室，有活动大厅，工作人员也很亲切地介绍我们早上几点吃饭，几点洗澡，几点做操，都有专人安排。林先生想说，好吧，试住1个月看看。那天他拉着行李箱走进大厅，迎面而来的是一股淡淡的漂白水味。这味道我太熟悉了，这是机构为了卫生必须保持的味道，但对于住家来说，这不是家的味道。第一天晚上，林先生就失眠了。他的房间是双人房，隔壁床住了一位80几岁的老伯伯。老伯伯人不错，但习惯半夜开着小灯看报纸，翻报纸的声音沙沙沙的，偶尔还伴随着几声咳嗽。林先生是一个需要绝对安静才能睡觉的人，但他不好意思说。第二天早上7点，广播准时响起，大家起床。7点半吃早餐，10点团体活动，12点午餐，每一件事都被规定得死死的。林先生想喝杯热咖啡，但配餐只有牛奶或豆浆。他想晚一点洗澡，但赵服员说轮到他的时间是下午3点，错过就要等明天。这种集体化管理对于我们管理者来说是必须的，否则几百个老人没法照顾。但对于意识清楚还想保有自我意志的林先生来说，这简直是坐牢。住满1个月的最后一天，林先生拉着行李箱走出大门，那一刻他没有遗憾，只有解脱。他跟我说，张院长，那里的医疗照顾确实没话说，但我还没老到那个地步，我还能走，还能动，我不想把我也许是人生最后10年的选择权交出去。讲到这里，大家可能会觉得很绝望，这3条路都走不通。那林先生该怎么办？转机发生在一个很偶然的下午。林先生回到新竹公寓后，有一天下午在客厅打盹，突然听到隔壁传来争吵声。那是一对刚搬来的年轻夫妻，为了谁要去接孩子下课在吵架。先生临时要开会，太太请不到假，2个人在电话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林先生静静地听着，突然心里一动，他想，他们每天为了接孩子这么辛苦，而我每天闲得发慌，如果我能帮忙，是不是大家的问题都解决了？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想法，在现在冷漠的社会，去敲邻居的门说要帮忙接小孩，搞不好会被当成怪人。但林先生那时候真的是想找点事做，也想帮帮这对年轻人。他敲了隔壁的门，很诚恳地说，不好意思，我听到你们在烦恼接孩子的事。我是退休老人，时间最多，如果你们信得过我，我可以帮忙去接小孩，顺便我也能活动活动筋骨。那对夫妻一开始很惊讶，也有点迟疑，但看林先生面慈心善，又是住了很久的老邻居，加上实在没办法了，就答应试试看。就这样，林先生开启了他的第4条路。每天下午4点，他准时出门去幼儿园接邻居的小孩。小朋友很单纯，看这个爷爷笑眯眯的，很快就跟他混熟了。回家的路上，爷爷牵着孙子辈的小手，听他讲学校发生的趣事。林先生觉得自己的心都变年轻了。邻居夫妻下班回来后，为了感谢林先生，常邀请他一起吃晚餐。这时候的晚餐跟他在儿子家吃的那种客气饭完全不同，在这里他是帮手，是有贡献的人，而不是单纯被照顾的负担。这种关系慢慢的深化。有时候林先生去市场买菜，会顺便帮邻居带一把葱、1盒蛋。邻居先生懂水电，林先生家里的灯泡坏了，水龙头漏水了，他就过来帮忙修。这就是我们社会学上讲的代际共荣或者互助共生。林先生不是依赖者，他是参与者。
有一次，那个小朋友对林先生说：“林爷爷，你是我们家的魔法爷爷。”那一刻，林先生跟我说，他眼泪差点掉下来，不是因为被称赞，而是因为他找回了久违的存在感。他发现原来老后的价值不在于你存了多少钱，而在于你是否还被这个世界需要。林先生的故事告诉我们，老后不一定要把自己封闭起来，也不一定要依附在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身上。有时候把心门打开，邻居、社区里的人反而能成为最好的依靠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故事，这是发生在高雄的吴先生的故事。吴先生的情况比林先生更严峻一点，他76岁，住在高雄郊区的一间老公寓里。太太走得早，唯一的儿子常年在国外工作，一年难得回来一次，平常只能靠视讯联络。吴先生的经济状况不算太好，只有每个月的基本国民年金，加上一点微薄的积蓄。随着年纪增长，他的身体也开始出现一些小毛病，腰酸背痛，爬楼梯越来越吃力。有一天，高雄下着大雨，吴先生坐在阳台看着外面的雨景，手里握着一杯已经冷掉的茶。他突然觉得很无助，连站起来去热杯茶都觉得好累。他想，我是不是该去住机构了？但他上网查了一下资料，发现以他的经济能力，好一点的安养中心根本住不起，便宜的环境他又看不上，请外籍看护那也是一笔每个月2-3万起跳的开销，还要包吃包住，他负担不起。这种又老又穷的焦虑，是很多台湾长辈不敢说出口的痛。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在电视上看到一部纪录片，介绍国外很流行的高龄共居，几个没有血缘关系的老人住在一起，分摊房租，互相照顾。吴先生心想，既然我一个人住不起大房子，请不起人，那如果找几个人一起住，是不是就可以互相帮忙了？这个念头一出，他就行动了。他跑到附近的网咖，请年轻店员帮他在脸书社团发了一篇贴文，寻找3位高龄室友，共同生活，彼此照顾，分担房租。一开始这篇贴文石沉大海，大家都觉得这老头是不是诈骗集团，或者是异想天开。但吴先生不死心，每天去刷网页，终于过了1周有回音了。来联系他的有3个人，背景完全不同。第一位是林阿姨，她是退休的英文老师，气质很好，但因为丧偶多年，孩子都在美国，她不想去美国当听不懂话的异乡人，所以独自留在台湾。她最怕的就是一整天没人跟她说话。第二位是许先生，退休的公务员，个性比较严肃，话不多。他在台北租房子压力太大，想搬到南部生活成本低一点的地方。第三位是张婆婆，她以前做过看护，身体还算硬朗，对健康管理非常有一套。这4个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约在高雄的一个公园见面，大家都很谨慎，毕竟是要住在一起。他们当场就丑话说在前头。林阿姨说，我有洁癖，受不了脏乱。许先生说，我作息很规律，晚上9点就要睡觉，不能吵。张婆婆说，我会煮饭，但我讨厌洗碗。吴先生听了笑着说，那刚好，我愿意洗碗，但我需要有人陪我讲讲话。于是他们4个人在高雄市交租了一间2层楼的透天厝。虽然是老房子，但空间大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间，公共区域也很宽敞。重点是4个人分摊房租，每个人每个月只要几千块，非常划算。但是各位朋友，别以为故事就这样变成幸福快乐的日子。4个老人加起来快300岁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几十年的生活习惯，要磨合起来，那是比登天还难。刚住进去的前半年简直是灾难。林阿姨习惯晚起，许先生习惯早起听广播，2人为了噪音问题吵了好几次架。许先生爱做菜，但他控制欲很强。张婆婆想煮个汤，他就在旁边碎碎念，火太大啦，水太多啦，搞得张婆婆气到甩锅铲。张婆婆则是对清洁很执着，看到地上一根头发都要立刻捡起来，搞得其他3人压力很大。在家里走路
都要踮着脚尖。那段时间，吴先生心里很后悔，觉得自己是不是找罪受，这比一个人住还要累啊。但是转折点发生在一场流感，那年冬天流感大流行，吴先生第一个倒下了，发高烧，头晕目眩，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，喉咙痛得讲不出话。那天早上他没出来吃早餐，林阿姨第一个发现不对劲，去敲他的房门，吴先生你还好吗？听到里面微弱的呻吟声，林阿姨二话不说进去摸了他的额头，发现烫得吓人。接下来发生的事让吴先生这辈子都忘不了。那个平常爱碎念的许先生默默地煮了一锅好消化的稀饭，端到他房间，还切了一盘小菜。那个有洁癖的张婆婆帮他拿冰毛巾敷额头，还定时提醒他吃药量体温。林阿姨则是在旁边陪他说话，帮他换掉汗湿的衣服。没有人抱怨麻烦，没有人嫌弃病毒。在那一刻，他们不是室友，他们是战友。吴先生喝着那碗热粥，眼泪掉进碗里。他明白了，所谓的家人不一定是有血缘关系的人，而是那些在你最脆弱的时候愿意递给你一杯水，帮你盖被子的人。经过这次事件，4个人的关系产生了质变，他们开始懂得互相包容。许先生听广播改用耳机，不再吵到林阿姨。林阿姨也开始早起一点，跟大家一起吃早餐。厨房变成了他们的社交中心，大家轮流煮拿手菜。张婆婆教大家做健康操，许先生教大家用手机修图，林阿姨甚至开了一个小小的英文班，教大家几句简单的英文对话。他们还在后院开辟了一个小菜园，种了空心菜、小番茄。每天早上4个老人就在菜园里忙活，看着番茄红了，那种成就感比中乐透还高兴。他们甚至开始走出家门，参与社区活动。有一次社区中心邀请他们去分享共居经验，吴先生站在台上，看着台下那些羡慕的眼神，他骄傲地说，原来老后的生活还可以这样过。他们找到了生活的第5条路，朋友共居，互助养老。这条路不仅解决了经济问题，更解决了心理上的孤独。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你4家庭。在这个家庭里，没有长辈晚辈的代沟，只有平等的伙伴关系。听完林先生和吴先生的故事，我作为一个在安养院看尽人生百态的退休院长，心里感触很深。我们过去总是被框架给限制住了，好像老了就只有麻烦子女和被社会遗弃这2种下场。但这2位长辈用他们的行动告诉我们，第一，心态要转变，不要总是想着依靠别人，而是要思考如何互助。林先生去帮邻居接小孩，是他先付出了价值，才换来了温暖。吴先生主动发起共居，是他先跨出了舒适圈，才找到了伙伴。第二，老后的生活是可以设计的，你可以选择安静的独处，也可以选择热闹的共居。你可以选择住在城里享受便利，也可以选择住在郊区省钱。重点是这个选择权要在你自己手上。第三，不要小看非血缘的关系，远亲不如近邻，这句话在老后社会特别适用。建立良好的社区关系，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，这些人脉资源往往比远在天边的子女更能救你的急。当然，我必须诚实地说，这2条新路也不是没有风险。共居需要磨合，帮邻居带小孩也需要体力，这需要你有开放的心胸和愿意沟通的耐心。如果你个性孤僻，不愿意配合别人，那可能真的不适合。但是这至少给了我们一个希望，一个新的选项。如果你现在还年轻，或者刚退休，我建议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准备了。你可以开始培养自己的兴趣社团，结交一些谈得来的老朋友，将来或许就是你的共居伙伴。你可以开始整理自己的财务，评估各种养老模式的成本。你可以开始跟家人沟通，表达你对未来生活的想法，不要等到真的走不动了才被迫做决定。这就是我今天想带给大家的健康大实话。老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我们在变老之前放弃了对生活的想象力。无论你选择哪一条路，请记得人生的下半场
主角依然是你自己。你可以活得很无奈，也可以活得很精彩。希望林先生和吴先生的故事能成为你人生地图上的一盏灯，让你在面对未来时不再只是恐惧，而是多了一份我可以选择的底气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对您有帮助，或者您身边也有朋友正在为退休生活烦恼，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们。这里是健康大实话，我们下集再见。祝福大家老得健康，老得有尊严。